加拿大方面正考虑效仿美国的做法，禁止在汽车中使用中国软件。此前，加方已经效仿美国对华电动汽车加征高达100%的巨额关税，预计将在10月1号起生效。事实上，中国电动汽车在加拿大的市占率微乎其微，加拿大并非中国汽车出口的主要市场。2023年，中国出口加拿大新能源乘用车4.1万辆，占中国新能源乘用车总出口量的3.5%。目前，仅特斯拉和少量沃尔沃出口至加拿大。很难用理性的方式去解读这个像加拿大包括美国呀。这么一些国家他们的这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因为贸易保护主义总归是损人不利己的9月26号，商务部正式发布公告，宣布反歧视调查启动。公告还明确，加拿大政府自9月10号起，就自中国进口的电池和电池零部件、太阳能产品、半导体和关键矿产等征税启动为期30天的公众咨询。加拿大政府后续采取的相关措施也在本次调查范围内，调查期限通常为3个月，特殊情况下可适当延长。本次调查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提供公共评论等机会，欢迎包括中国国内产业、企业在内受加方措施影响的各相关利害方积极参与调查。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美国商务部将提议禁止美国境内智能网联汽车使用来自中国的关键硬件和软件。美国、加拿大对中国电动汽车将征收高额关税，您怎么看呢？美国、加拿大等国对中国的电动汽车进行一系列的限制，就像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这是典型的保护主义。中国的电动汽车的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中国国内市场，电动汽车的销量已经超过了燃油车，重塑了中国的汽车市场。美国和加拿大要加征100%的关税，由此能够看到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速度之快，要依靠100%的关税才能把中国的电动汽车挡在外面。是电动汽车不好吗？并不是，美国也要承担减排的任务，绿色发展是大国的责任。电动汽车无疑提供了可行的方式，中国和一些欧盟国家的电动汽车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切实地承担起了绿色发展的责任。另外一方面呢，美国自己也在发展电动汽车，汽车产业能够带来优质的就业岗位。在美国的大选季，两党都要表现出保护美国汽车产业的态度。袖带州也是摇摆州。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表示要对包括来自墨西哥的汽车加征高额的关税。要发展汽车产业没有错，但是依靠高额关税把别国的产品挡在门外并没有效果，不仅会扰乱国际贸易的秩序，而且会造成国民福利的损失。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顺应了产业发展的潮流，当然也改变了汽车产业的形态和利益分配。美国在历史上曾经对日本汽车进行打压，但是并没有阻止日本汽车产业的崛起和美国汽车产业的衰落。市场如流水，易输不易堵，引领产业发展的企业和国家不会被压制住。当然呢，市场也是一个合作体系，形成互利共赢的合作格局，才能够规避和迂回掉外部的压力，从而实现韧性发展。针对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一事，中欧正展开一系列密集磋商。最新消息指，中欧有望通过就电动汽车最低价格展开谈判，以避免贸易摩擦扩展成为贸易战。连日来正在纽约出席第79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也密集会见了欧洲多国外长以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中欧就经贸合作所做出的最新表态，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当地时间25号，王毅在纽约联大期间会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中方首先对博雷利担任高级代表期间积极发展对华关系、推动中欧合作表示了赞赏。王毅说，中欧加强合作有利于各自发展，完全符合双方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希望欧盟坚持战略自主，排除外界干扰，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博雷利也表示，中国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并将继续发展壮大。世界需要中国，欧洲应当同中国加强合作。此前，王毅在纽约也会见了德国、法国、匈牙利、瑞士等国外长。深圳卫视注意到，德国、匈牙利外长在会见中释放了诸多扩大对华合作的积极信号。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表示，
德方同样认为应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通过开放透明的对话协商解决遇到的问题，维护国际贸易规则和秩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欧盟应努力保持市场开放。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更是在会见中承诺，匈牙利将投票反对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当前，中欧正就电动汽车关税展开密集磋商。上周，商务部长王文涛与欧盟贸易负责人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会晤，中方称将与欧盟就电动汽车调查谈判持续至最后一刻。此后，欧委会做出技术性妥协，利用法律手段给中欧双方谈判争取了更多时间，将最终投票日从9月底短暂延长至10月初，目的就是给中方再次提案的机会。据悉，中方的谈判代表们仍在欧洲与欧方官员继续展开磋商。在26号召开的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何永乾透露，中欧双方明确表达了通过磋商解决分歧的政治意愿，一致同意继续推动价格承诺协议谈判，全力致力于通过友好对话磋商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目前，双方技术团队正在按照此次会谈明确的方向，抓紧就灵活的价格承诺方案进行磋商，全力以赴争取在中裁前就解决方案框架达成共识。何永乾强调，中方既有通过对话磋商妥善解决分歧的最大诚意，也有坚定不移维护中国企业正当权益的最大决心。有消息指，欧盟将在关税草案中增加一项条款，允许欧盟在法案投票表决后继续同中国进行谈判。这也代表，如果欧盟10月初投票后决定加征关税，中欧仍能通过磋商的方式寻求更多解决方案，从而避免贸易战。分析认为，欧盟之所以增加这一项条款，主要是为了弥合其内部的分歧。德国作为欧盟大国，明确反对加征关税。德国副总理哈贝克23号还表示，德方正在努力寻找一种不会陷入关税战的解决方案。据悉，德国可能倾向于投弃权票。不过，要等草案正式版本出来后，德国才会做出最终决策。西班牙方面虽然没有透露将在投票过程中采取何种立场，但其首相桑切斯不久前访华，公开透露其改变了以往支持关税的态度，并呼吁欧盟放弃征收额外关税的计划。欧盟考虑到它的一个市场的最终的承受能力和以及这个。看能不能有一个弥补的一个途径。有些欧洲的一些产业和有些国家，它是不赞同这个对中国进行征税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也是安抚。欧洲运输与环境组织高级主管茱莉亚·波利斯卡诺娃日前分析，欧盟内部反对关税的声音并没有达到推翻草案的最低门槛，因此加征关税的决定很可能会在短期内实施。但中欧仍然可以就电动汽车进口价格或者数量达成某种协议，从而改变关税决定。And when we talk about tariffs on Chinese EVs in Europe, I think we always forget the other big part of the picture. What is missing is the affordable supply of electric vehicles in Europe by European manufacturers. 需要指出的是，关税谈判非常复杂繁琐，比如美欧有关波音空客飞机补贴的争端，案件磋商谈判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尚未彻底解决。欧洲的乳业厂商虽与欧盟绿色转型关系不大，但正紧盯中欧电动车谈判进展。 The European dairy is a hostage, if you will, in trade tensions that are completely unrelated with milk and dairy. That's why we really insisted in the Commission to help us here. 欧盟委员会于8月20号宣布，计划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为期5年的附加税。中国随后决定对来自欧盟的猪肉、乳制品和白兰地发起了反倾销调查。根据欧盟数据，2023年欧盟向中国出口乳制品价值17亿欧元，中国占欧盟乳制品出口的近15%。如果说车企在欧洲面临的是一场价格战、关税战，在北美面对的则是一场纯粹的政治纠纷。以跨国车企斯特兰蒂斯为例，其首席执行官卡洛斯·塔瓦雷斯批评欧洲的关税是一个陷阱。他认为关税将不利于欧洲传统车企的转型。为了保持竞争力，斯特兰蒂斯与中国车企领跑建立联系，共同生产菲亚特、吉普等车型。这样的合作受到了欧洲政策制定者的欢迎。然而，在美国，拥抱中国技术却面临极大的挑战。老牌车企福特此前希望同电池厂商宁德时代在美国密歇根州合资建厂，但遭到美国共和党议员的强烈阻挠。
此外，拜登政府已经确定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而且还提议禁止装有中国软硬件的汽车在美国道路上行驶。针对中国电车，美国政府正在酝酿一套组合拳，此举引发美国内部人士的担忧。《纽约时报》刊发文章指出，许多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对华恐惧已经过度，而且也在伤害美国消费者。文章说，如果美国汽车制造商无法获得最新技术，就有落后的风险，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并主导着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针对美方最新举措，商务部25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利用政府力量干扰企业经济商业合作的非市场行为，构成经济胁迫。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欧盟27个成员国计划下个月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要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你有什么观察？欧盟启动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之后，中欧之间进行了多轮次的沟通和磋商。中国以最大的诚意进行沟通与协调，希望能够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贸易争端。欧盟已经推迟了投票，同时呢，有媒体披露说，欧盟将在关税草案中增加一项条款，允许欧盟在法案投票表决之后，继续与中方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换句话说呢，即便是欧盟投票结果要求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双方依然可以进行谈判和磋商。欧盟成员国中有一些国家是支持增加关税的，有些国家呢则表示反对。匈牙利、西班牙就明确反对加征关税。德国的经济部长也表示不赞成加征关税，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引发中欧之间的关税争端，甚至是关税战。德国并不同意加征关税，除了中德之间的贸易关系紧密之外，汽车产业是德国的经济支柱，德国的车企在中国的投资和销售都是非常巨大的。如果加征关税，德国车企在中国生产的汽车销往欧洲也要被加征关税。如果欧盟最终执意增加关税，必然会引起中国的反制。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的发言人就多次表态，会坚决捍卫中国企业的正当利益。中欧之间关于电动汽车关税的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一方面呢，中欧之间的车企合作网络是巨大的，德国车企在中国市场已经深耕多年，而中国的车企呢开始在欧洲进行投资。事实上，中欧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合作体系。另外一方面呢，一些支持加征关税的欧盟国家与中国的贸易也是非常紧密的，某些出口商品，比如说奶制品、猪肉等，对中国的市场有比较大的依赖。中国对欧洲的一些农产品进行调查，欧洲的共同农业预算对农业部门的补贴是巨大的，尤其是法国等农业比较发达的欧盟成员国从中获益甚多。德国的媒体就认为，欧洲用了数十亿美元来补贴和支持本土的奶制品企业，中国进行相关的调查也是有道理的。在当前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之下，关税战和贸易战会给全球经济体系造成伤筋动骨的损害，尤其是中美欧三大经济体需要承担起稳定全球经济体系的责任。尤其是中国和欧盟通过谈判妥善解决关税争端，无疑为未来稳定大国经济关系提供了一个范例。9月26号下午呢，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就当前热点议题，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答记者问。近来，在美方撑腰打气下，菲律宾不断在南海多个方向发起挑衅行动。对此，国防部敦促菲方不要误判形势，绑上美国战车，只会自食恶果。而在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有关美对台新一轮军售时，张晓刚警告民进党当局应放弃台独分裂幻想。在26号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张晓刚首先介绍了中美两军高层互动的情况。他表示，当前中美两国两军关系总体呈现企稳态势，两军保持高层战略沟通、政策交流、机制对话和专业领域交流，有助于双方增进理解，避免误判，管控风险。我们要求美方校正对华战略认知，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切实尊重中方重大关切，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道路上，同中方同向发力，通过坦诚、有效、建设性对话合作，推动两军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向前走。
进入2024年，中美两军高层沟通、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以及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相继恢复。4月16号，国防部长董军应约同美国防长奥斯汀视频通话，随后两人又在5月底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举行会谈，这是中美防长自2022年11月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9月18号至20号，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楠率团赴美国夏威夷参加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期间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举行双边会见，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此前1周，两人还曾举行视频通话。解放军南部战区管辖区包括南海地区，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则是美军6个区域统一作战指挥部之一，也是美军覆盖地理范围最大的战区司令部，编内军人和文职人员近40万人。有分析指出，美军经常在南海展开所谓航行自由、飞越自由等行动，增加了中美两军摩擦的概率。因此，战区级领导通话很可能对具体问题交换意见，议题可能更细、更有针对性，有助减少误判。但就在中美两军高层保持接触势头的同时，美军印太总部近日发表声明称，敦促中方重新考虑在南海及其他地区使用危险、胁迫和可能导致升级的策略。对此，发言人张小刚回应称，制造不安全风险的恰恰是美方及其盟友伙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9月，美军侦察机约1500架次赴中国当面侦察滋扰。这充分说明，美方是不折不扣的挑衅者、搅局者、破坏者。我们敦促美方停止虚假叙事，停止危险挑衅行动，严格约束一线兵力行动。除了美军舰机为中国周边海空域抵近滋扰挑衅、不负责任的搞危险操作外，还拉拢盟友搞小圈子。9月21号至22号，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举行。峰会后的联合声明宣布，明年将举行四方海岸警卫队联合巡航行动，计划扩大印太海域意识伙伴关系。对此，张小刚回应称，中方坚决反对在南海挑动是非、兴风作浪、加剧紧张的行径。美日印澳都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却对中国搞麦克风外交，明里暗里指责抹黑中方，搅局拱火，误导舆论。特别是美方在南海地区部署进攻性武器，拉拢盟友频繁搞军演，对中方岛礁进行抵近侦察等。要说谁在南海搞胁迫和霸凌，谁在搞阵营对抗，美国当之无愧。今年以来，南海地区波澜再起，在美方怂恿下，菲律宾甘当马前卒，在多个方向向中国挑衅。近日，菲律宾海警9701船已撤离仙宾礁，但菲海警声称将会向仙宾礁再次派出海警船。菲国防部长更是扬言，如果中方强制移除菲方在仁爱礁的军舰，这将是战争行为。另一方面，菲方明确表明，希望采购中程导弹，且继续利用美国部署在菲的低风系统进行训练。这意味着中岛系统或将继续在菲存在。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按此前公开承诺，尽早撤走中岛系统。同时，正告菲方不要打错算盘，把自己绑上美国战车，只会自毁家园，自食恶果。中方工具箱里有丰富的选项，将根据形势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反制。值得注意的是，为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日本近年来积极配合美方行动，在南海、台海搅浑水。近期，美日双方讨论了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的事宜。同时，日防卫省宣布将对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大规模重组，组建全新的海军陆战队和警戒防备群。此外，还拟增加防务预算，构建小型卫星网络。有分析认为，日方可能是在为配合美国介入台海局势做准备。就在25号，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驶过台湾海峡，这也是日本驱逐舰首次驶过台湾海峡。近年来，日方加速作战力量体系调整，加快新型作战领域建设，发展远程进攻能力，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倾向更加明显。这严重违背日本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
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倒行逆施。除了南海议题，台海议题也成为国防部记者会的重点内容。据岛内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从美国购买的首架 F-16V 预计9月底出厂交付。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近日称，不排除未来美台开展武器联合生产的可能性。另外，16号，美国国务院批准售台战机所需的备用零件与技术支持案，金额约2.28亿美元。这也是拜登政府任内第16度对台军售。对于美方持续搅局台海，发言人有何回应？中方又将如何反制？谢谢。美方妄图以台制华，用军援军售为民进党当局壮胆打气，助长台独嚣张气焰，这只会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最终将反噬自身，把自己拖入灾难深渊。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多行不义必自毙。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亡的宿命。解放军有足够的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新一对中央赠港大熊猫安安和可可26号由四川运抵香港。为迎接两只大熊猫，香港特区政府特别准备了欢迎仪式，并称在国庆节前迎接它们是喜上加喜。据悉，安安和可可将在海洋公园进行为期30天的隔离检疫，再花30天左右适应新环境，有望于12月中旬与公众见面。26号中午约11点，载有2只大熊猫的国泰航空货运专机缓缓降落香港国际机场。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和海洋公园的工作人员登上飞机，为2只大熊猫做初步检查。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等政府官员及各界人士为大熊猫抵港举行欢迎仪式。陈国基表示，在国庆节前充满喜悦的时刻，迎接一对大熊猫加入香港大家庭，可以說是喜上加喜。充分係展現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嘅關愛同埋支持，亦都肯定咗我哋喺保育、護理同埋飼養大熊貓方面嘅工作嘅表現，對香港嚟講呢個意義係十分之重大嘅。中央赠给香港的大熊猫安安、可可今天上午抵港。自7月份消息宣布以来，这几个月赠港大熊猫成为香港各大社交平台的霸榜话题。近3个月，在社交平台上，无论是香港海洋公园的官方号、熊猫专属号，还是香港熊猫奶爸的个人账号上面，都有非常多有爱的互动。这当中有香港与内地机构之间的互动，也有香港与内地网友之间的互动。可以说，大熊猫已经成为链接内地和香港之间人民情感的重要桥梁。下午1点半左右，2只大熊猫由警方车队开路送至香港海洋公园。海洋公园数十名职员在门外举起卡通熊猫牌，迎接新朋友安安、可可的到来。据介绍，2只大熊猫均于2019年6月出生，目前健康状况良好。雄性大熊猫安安体重约130公斤，身体强壮，动作敏捷，聪明好动。雌性大熊猫可可体重约100公斤，善于攀爬，性情温顺。香港海洋公园主席庞建遗指，新一对大熊猫未来2个月内会在园内隔离及适应，期望在今年12月可与公众见面。目前，海洋公园已居住4只大熊猫。据悉，安安、可可将入住海洋公园的香港赛马会四川奇珍馆。由于海洋公园的熊猫馆仍处于更新状态，并未开放游客参观，但在园区内仍有熊猫迷到场支持。不少游客表示，對於新熊貓的到來感到開心。大家都知道好多人中意熊貓，跟住我哋好歡迎佢哋咯。會好期待，我哋會再過嚟嘅睇熊貓。本来海洋公园就是大家来香港一定会打卡的地方，现在能多一对熊猫，大家可能会来这个海洋公园玩的这个心情可能会更有欲望想要来一点，所以我觉得对于香港至少在海洋公园的旅游来讲，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注意。安安、可可是继大熊猫安安、佳佳、乐乐、莹莹后，中央政府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第3对大熊猫。1993年抵港的首对中央赠港大熊猫佳佳和乐乐，分别以38岁、35岁高龄离世。佳佳更成为全球人类照顾下最长寿的大熊猫。加上上个月在港出生的一对龙凤胎熊猫宝宝，目前香港共有6只大熊猫。据悉，特区政府还将于10月为2只新生大熊猫舉行徵名活動。而家新嘅安安可可要重新起名啦，會建議起啲咩名啊？快快樂樂啦！點解嘅？
最緊要快樂㗎嘛。香港这次为了迎接大熊猫，可谓是费尽心思。海洋公园的熊猫奶爸从7月份开始就在四川陪伴照顾安安和可可，还让他们尝试广州的竹子，帮助2只大熊猫提前适应香港的环境。包括今天运送熊猫的路线也是精心设计，不仅有警队开路，还避开了香港市区的一些曲折山路，确保2只国宝路途平坦顺畅。随着安安可可的到来，再加上此前一对大熊猫双胞胎的诞生，香港海洋公园喜上加喜，目前已经有6只大熊猫。可以看到，现在的海洋公园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熊猫海洋，随处可见熊猫元素。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5周年，这一对国宝的到来也为香港的国庆氛围锦上添花。国防部25号发布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当天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洲际弹道导弹。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大校26号表示，组织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是为了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是例行性军事训练活动，完全合法合理。中国的核政策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和可预测性。我们始终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坚定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不搞军备竞赛，明确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坚持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9月25号8点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发射有效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达到了预期目的。中方提前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此次导弹发射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官方账号中国军号发布了此次导弹发射的4张现场照片。导弹试射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了，只是说有的时候试射可能我们没有把它爆出来，那这一次如果说有什么看点的话呢，除了说咱们公开了发射的信息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这一次是从陆地向公海上发射，那之前呢我们其实都是陆地对陆地，如果说这个距离满足不了射程需要的话呢，就得进行高弹道的这个飞行，但是这次呢距离比较远，所以我们可以走正常的弹道，所以这次发射应该说和导弹的实战状态是最接近的。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旗下的评论类新媒体账号军政评25号发表评论称，洲际导弹作为大国重器，向来只听闻其名不见其真容，发射洲际导弹的消息由解放军主动发布，如此开诚布公的态度彰显了中国军队的高度自信和透明。这份自信的底气来自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日积跬步的实力增长，来自于一支和平正义之师的使命与承诺，更来自于人民对这支军队的信任和热爱。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是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力量。国防部呢发布了这个消息，我想我们可以从2个层面来看吧。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军事透明度越来越高了，再一个呢就是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在中国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家安全挑战的背景之下，一次成功的洲际导弹试射，其实也是让外界能够看到中国的核威慑力是可靠可信的。近期，两岸经贸交流活动热络。9月以来，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两岸经贸交流活动陆续展开。来辽宁出席2024辽台经贸交流合作周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表示，愿继续推动两岸各方面交流合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25号在辽宁沈阳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一行。
宋涛表示，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20届3中全会精神，始终以台湾同胞福祉为念，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享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成果，持续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愿同中国国民党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持续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为台海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国家谋统一，为民族谋复兴。连胜文表示，中国国民党将基于9·2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继续推动两岸各方面交流合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为两岸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两岸关系良性发展尽最大努力，复兴中华民族。宋涛主任与连胜文的这次见面，实际上他们讲的这些话都有几个共同的点，也反映了就是两岸的最大的利益在哪里。我想也让我们广大民众就是下一步怎么样推动两岸关系，能够看到一个方向。连胜文此行是来辽宁沈阳出席2024辽台经贸交流合作周活动的。在开幕式上，连胜文更是坦言自己是辽宁及沈阳的子弟。公开资料显示，连胜文的祖母赵兰坤是沈阳人。连胜文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一家人。中国国民党将基于9·2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继续推动两岸各方面交流合作。今年以来，连胜文连续率团来大陆参访交流。今年6月在厦门举行的第16届海峡论坛上，连胜文致辞时就强调，大多数台湾人希望跟大陆和平相处，两岸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8月，连胜文来深圳出席活动，并接受了深圳卫视记者的专访。谈及两岸交流合作，连胜文表示，台湾民众普遍希望两岸和平、互惠互利。他此行就是为了两岸多数人的福祉和未来，积极诚恳地推动和发展两岸关系。中国国民党，我们对两岸交流一直都很用心哈。我们如果可以把大家这个有限的精力都集中在真的对你我都好的事情上，这样的做法其实才是遏制台独最有效的方式。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5号的介绍，包括辽台经贸交流合作周在内，有关部门和地方在9月举办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两岸经贸交流活动。广大台商台企踊跃参与，充分展现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前景的看好和参与两岸交流合作的热情。与此同时，应金门县民意代表参访团请求，大陆已恢复福建居民赴金门旅游。朱凤莲介绍，上周大陆采线团抵达金门，展开了3天的旅游考察，为大陆居民赴金门旅游打下了良好基础。随后，在9月22号，大陆居民赴金门旅游首发团经小三通抵达金门，受到金门县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为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再添新业。25号，再有27名大陆居民赴金门开展个人游。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年4月，中国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傅昆萁率领10多名岛内民意代表访京时，文旅部就已经宣布，将率先恢复福建居民到马祖旅游，并在平潭到台湾的海上客运直航复航后，恢复福建居民赴台团队旅游。当时岛内观光业者就表示，希望台当局抓紧机会，重新恢复两岸旅游观光。据了解呢，目前已经有不少的大陆居民申请了赴马祖的旅游签注。那11假期临近，相信呢会迎来一波赴马祖的旅游高峰。我们相信赴金门的大陆游客会越来越多，也希望他们在金门能够有良好的旅行体验，也希望台湾当局真正从两岸民众的福祉出发，确保两岸旅游交流合作顺利进行。这就是我们以我为主，我们发挥主动权、主导权，推进两岸关系发展，推进两岸深度融合的一个重要的举措。这个自由行尽管是一个政策举措，但是它的这个意义非常的深远，就是重新打开了一个缺口，让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个光明展现出来了。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大陆推出一系列的惠台政策，帮助台湾农产品开拓大陆市场，让台湾农渔民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然而，台湾地区单方面对大陆产品出口采取即时性的禁止、限制等措施，严重阻碍两岸经贸合作，损害的是两岸同胞利益福祉。
近日，大陆宣布取消对台34项农产品零关税政策的消息受到各方关注。朱凤莲在回应相关问题时强调，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升高两岸敌意对抗，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事实上，停止零关税责任完全在赖当局不断谋独挑衅，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外界注意到，赖清德日前出席民进党活动时再次妄称两岸互不隶属，并放话要继续加强防务力量。对此，朱凤莲痛批赖清德的言论再次暴露出其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实施台独分裂、不断进行挑衅对抗的恶劣本性。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只能由包括2300万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持续进行谋独挑衅，鼓吹依外谋独、以武谋独，置台湾民众与台独引战的险境，严重背离历史大势，必遭失败。